Hello， 大家好，欢迎再次来到欧阳的 ConfigUI 系列教程。那么这一期呢，我们来分享在 SD 当中完整的图生图的这么一个工作流，在 WebUI 当中要怎么搭建。这个我们在第2期了解入门的时候应该说过啊，当中其实涉及了很多模块。那我们这一期呢，就来挨个给它实现啊。那我们首先来加载一个默认的工作流。那么这个工作流之上呢，我们之前说到啊，图生图其实很简单，对吧？只要把 latent 这个地方换成加载图像，同时把潜在空间传给采样器，它就可以形成一个图生图的这么一个效果了啊。那么在这个之上呢，首先啊，对于图片来说呢，其实我们是需要一个前期处理的。那图像怎么处理呢？其实也很简单。这里呢，我们每个模块来单独的了解和讲解一下。那在我们 ConfigUI 里呢，它其实内置了一个裁剪图像的这么一个节点，我们切换成中文，然后在加载图像这里呢，我们把图像信息拖出来，然后新建节点，在图像这里呢有一个变换，在变换这里呢其实是内置了一个图像裁剪的。这里点开以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像裁剪右上角有一个 IP adapter 这么一个插件的提示啊。这里要说的是，现在这个 IP adapter 我们简称 IPA 啊，它是有2版的。第一版呢就是这么一个老版，第2版呢是 IP adapter Plus 啊，这是一个新版，当中有很多拓展功能。这个节点呢是老版当中的一个裁剪图像的节点， ConfigUI 呢可能把它合并到默认的安装包里面来了啊。所以在我们通过作者的安装包安装了以后，就有这么一个图像裁剪的这么一个节点，我们都可以找一下，应该是都有的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宽高比的设置，以及它 Y 轴和 X 轴的偏移，来调整我们最终想要输出的一个图像的具体参数。同时呢，这边我们再拖出来一个 Preview， 重新换一张图，你会看到它其实周围占用了很多的画幅。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直接来512是什么效果呢？我们来运行一下，你可以看到现在这个预览图像它是看不到的，对不对？因为原始图像像素太大了，我们这里设置的太少。那么现在我们给个2048，然后我们再预览一下。那你会看到它其实是在这个地方，然后我们可以让 Y 轴进行一个偏移，它每次挪动都需要点击一下运行才可以。我们想要快速调节呢，其实有更好的办法，我们来点击右上角更多选项下面啊，我们只要需要点击这个自动序列，然后我们再点击啊进行运行，那么它就会一直在这边进行运算了。我们只需要调节参数，你就可以看到啊，它在实时的反馈我们调整的信息了。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分辨率很大2048，如果我们想把它缩成1024呢？那你会发现啊，它是没有办法进行一个缩小的，对吧？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需要配合另外一个我们之前讲过的一个缩放节点啊，来进行这么一个缩小放大了。然后我们在图像上面给它加一个按系数缩放的这么一个节点，之前我们也说过。然后在缩放以后，我们再给到我们下面这个裁剪，这样配合的来呢，我们就可以调出我们想要的一个大小。现在是2048啊，我们可以让它缩小一点，缩到0.7，那就是70%。然后我们继续调节我们这个图像的所在位置，这样就可以很好的控制我们整个图像的一个裁剪了。你会看到可能1024这样一个高度呢，还是无法囊括到我们演员的这个脚和手的这个部分。那这样呢，其实我们再缩小一点，缩到0.6，然后我们再把宽度给它设到768。现在我们调整一下啊，可以看到这样的尺寸应该就没问题了。我们现在就完整了截取了一个7681024这么一个宽高比的图像。到了这一步呢，其实我们这个图像处理就已经处理完成了，还是比较简单的吧。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说的就是提词的一个反推啊。说到提词的反推呢，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个插件，就是 W1.4 啊。这个大家之前如果在训练的时候或者是 WebUI 使用的时候呢，都会用到这么一个插件，它会加载一些自动打标的模型，对不对？那么在 WebUI 里呢，我们也是有这样一个拓展的。在管理器这里呢，我们可以直接搜索，我们直接搜索 WD14就可以看到这样一个 WebUI 的拓展。我们也可以点过来啊，看一下它这个拓展具体是哪些东西。其实它的整个拓展就一个节点啊，这个节点就是加载一下提词反推的一个模型。那么在作者的这个地方呢，也有一个，就 GitHub 网站呢也有一些模型。我们回来以后啊，在这里右键新建节点，在图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最下面有个 WD14 提词反推。那么这个节点呢，它会给我们提供1、2、3、4，一共有5个模型。当然了，之前我们在模型训练的时候，通常用的就是这样一个 V2 版本的模型。如果我们有网络配置的话，直接选择模型，然后将图像，比如说这里我们已经裁剪好图像了，传递过来，直接运行的话，它会自动从网上拉取模型的啊。没有网络配置的话，也不需要担心，还是老规矩。这边呢，我也会把这个插件以及插件的模型全部打包。那这里要再明确说的一点是，之前有些朋友安装插件以后进了这个 ConfigUI 说找不到插件，那肯定是没安装正确这个路径。比如说现在我们这个解压缩包啊，我直接通过右键进行一个解压的话啊，这样也是解压到这个 Custom Notes 里了，对不对？我们自定义这个文件里了。但是你打开看以后，这里面是套了一层文件夹的，这种文件结构是不行的，你必须点进来以后就是主文件目录啊，这样的话它才会识别啊。所以说你解压以后要仔细看一看是不是这样的一个目录形式，就是1级目录啊。
啊，只有这样的格式它才会自动识别相关的插件。OK， 那么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我们这个模型我也会打包上传，模型解压到哪儿呢？就解压到这个插件的目录里面来，模型文件夹啊全在这里面。每个模型是2个文件，一个是 CSV， 一个是 ONNX。啊，这2个是一对儿啊，这2个是一对儿，这2个是一对儿，所以这个结构要弄清楚。那如果我们有网络的呢，这里我们再演示一下，比如说这个我是没有下载的啊，我们来把其他的节点都关掉以后，有了图像，我们直接来运行。那这里我们会看到它会自动下载这个模型啊，当我们下载好以后，它就会反推这个图像的题词了。那现在我们看到它已经反推出来了，对吧？题词就是这些。那么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有哪些题词是我们不想要的，把不想要的呢，我们可以给它剔除掉。怎么剔除呢？在下面这个地方有个排除标签排除，我们就可以把相应的标签再重新放进来，然后再让它重新生成一次，那么这个标签相对的标签就没有了。那至于上面的2个翻译的这个也是奇怪，置信度，其实这2个是阈值啊，上面是对整体图像的阈值，这个阈值越低呢，我们图像就是它给出的这个题词就越多，越零碎，越详细。阈值越高呢，它会挑选这个主要的啊最主要的内容进行描述，一些旁边的比如说背景的一些细节它就不会描述了。那至于这个角色的阈值也是一样的，我们这个地方给的越低，它对于角色的描述就越细啊，比如说表情啦，比如说眼睛颜色啦，什么头发颜色、服装穿着等等。那么这里我们来第一点来试一下，那现在就会看到它又多了很多的相关 tag， 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筛选排查，也可以直接用。那现在我们重新生成一下，让它精简一些，下来呢，其实就可以直接接入到我们这个原始的工作流里面来。然后这里呢，我们还可以拓展的做一些模块啊，比如说这个输出可以看到是 string 字符串，对不对？那么字符串可以对接到哪里呢？上一期我们已经讲到一个瑞士军刀当中的一些字符串处理工具了。那这里呢，我们就用它提供的这个字符串的 function 段落呢，给它提升一下 ，A 提升成变量给它输入进来。那么 B 呢，其实我们就可以拼接一些词，比如说我们想改变一些东西，就可以添加进去一些词，对吗？那这里我们也可以把 B 给它提升上来。那输入词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用之前的一个翻译节点，对不对？我们用这个文本翻译，不是 clip 啊，是文本啊，还没有转换成 clip 的 string， 直接把文本传到 B。那这里呢，我们就可以新加一个，比如说天空，对不对？然后最终我们这里选的是 append 一个拼接的方式，字符串呢直接传递给下面的编码，编码呢我们也提升一下字符串，2个节点呢来相连一下。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进行了一个题词的反推，同时呢把这个反推的题词输入给 clip 了，对吧？其实流程还是比较简单的。然后呢，我们现在直接来生成一下啊，这里我们忘了一步啊，要把下面这个 VAE 传给这边编码，再进潜空间啊。刚才我们疏忽了这一步了，我们重新来生成。OK， 那么现在呢，我们就通过简单的一个图生图，同时题词反推啊，将这个图像呢，我们要转换成一个偏动漫的角色，对吧？因为我们这里是粗暴的直接将这个图片传进去的啊，传到这个采样器里的，所以说本身的图片背景就是黑的，我们给它降噪 0.5 啊，它本身也是判断背景是黑的。我们想要替换图片呢，就需要进行一个 inpainting， 对不对？那接下来我们就说到 inpainting 的这么一个模块了。对于图片的 inpainting 和这个流程还是不一样的。那么重绘的逻辑呢，自然是在我们已有的图片上，对不对？那么已有的图片呢，其实和我们放大是一个逻辑，它一样有2种方法，哪2种呢？对吧？一种就是浅空间里，一种就是浅空间外。通常在 ConfigUI 我们的优势是能够对这个浅空间进行一些动一些手脚，而 SD 呢，它比较死板，没有办法对浅空间进行更多细致的细微的操作。那么浅空间的好处呢，就是它不需要编码啊，不需要对图像进行多次的转换，到浅空间里再转出来，再转进去，转出来这样的一个来回的转换。第2个好处呢，就是因为它是浅空间的东西，多次生成以后，它和之前的原图混合度是很好的啊，融合度是很好的，这浅空间最大的一个优势。而它的缺点就是它没有办法一次呈现太丰富、太细节、太大的图像啊，因为它永远是在 GPU 的内存里运算啊，这个大家要知道，这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放大，为什么浅空间不能放太大。OK， 那么现在呢，我们先说这个浅空间外吧啊。首先浅空间外面呢，我们也是直接图像传出来，但是这里呢是没有办法传出来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我们是需要重新来，怎么说呢？从头来，重新来过，也就是说我们重新来加载一个图像。那么这个图像呢，其实就是我们上一个图像，我们把它复制一下，粘贴到这边来。我们这里是没有办法从这个图像直接传图像这边加载过来的啊。想要加载过来的话，其实在一些插件里它是有一个循环流，那也是涉及到
到未来的一个第三方插件，我们这一期呢也先不说啊，就是我们手动把这个图片拖拽过来，复制过来啊。加载了以后呢，我们同样需要进行一个浅空间转换，对吧？一样是一个编码进行一个采样，但这里呢和我们之前的图生图不一样的是什么呢？这个地方我们是需要进行一个重绘，比如说我们想替换了它的背景，我们就需要右键来在遮罩这个地方来画一下。比如现在呢，我们简单的来把背景给它画一下，画完以后我们直接点击保存啊 ，Save to Node， 然后回来以后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遮罩的画的范围，也可以看到我这里并不精细啊。然后这里呢，我们用的就不是编码了，因为编码是编码我们整张图片，我们来拖出来新建节点啊，在这个 Latent 浅空间这里呢，可以看到有个内部，那么它其实是对于一个遮罩部分的一个编码，就是说它会识别遮罩，你会看到它和我们原本的 VA 有什么区别呢？唯一区别就是多了一个 mask， 多了一个遮罩信息，所以说它是针对于遮罩的部分进行一个编码，而不是对整张图像啊，这是唯一的区别。这时候我们把遮罩连过来把下面的找一个 VAE 的一个接口，我们也给它接过来，然后在潜在空间输出这里，我们就可以直接给到我们的采样器。那这个采样器其实就相当于 Impinting 的2次采样了。之后我们同样把这个模型的数据也传过来，然后对于提示词呢，我们可以把负面的题词用原先的，那么正向题词呢，如果我们想改变的话呢，我们可以单独出一个 clip， 这里我们就在题词后面加一个绚丽的舞台吧，直接就进行 Impinting 的2次生成。那我们会看到这个结果是不是比较糟糕啊？最大的问题其实是我们这个地方的一个修辞有一些朋友说我这个重绘了以后呢就会出现2个头啊，放大的时候也会出现2个头啊，因为在某种情况下呢，这个题词你看是要对应的哪种场景。比如说我们这边如果是把 mask 的这边全给涂抹掉的话，这个题词其实是对应 mask 的，也就是我们修整过的这个区域的。那如果当我们写了更多的什么芭蕾舞裙啊什么的乱七八糟的，那你可以看到它在其他的地方就会生成芭蕾舞裙更多的芭蕾舞裙，更多的脑袋，更多的胳膊。所以这个地方如果我们针对这个遮罩内要修改的东西的话，我们就让它是一个天空舞池，又或者是一个绚丽的背景，对吧？而不是针对这个整张的画面的这个时候我们是在试着再让它生成一下看一看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背景就被我们替换成了所设置的这个天空了。那么后面这个词呢，可能对这个模型它没有什么触发词，也就是它可能不是特别的准确这个描述，因为我们也是通过翻译软件来翻译的所以它不是特别准确。你明显的可以看到比之前的这个背景它是有效的生成了，对不对？那这是一种我们说的在潜在空间之外现有图像进行一个转换，这就相当于是图像 pixel 信息呢再转换给了潜在空间，然后再重新出的图。那之后呢，我们来直接说用潜在空间出。如果用潜在空间出的话，融合度应该会比这个好一些。我们先把这个加载图像和内部这个编码我们删掉，然后我们这里要新建的直接是一个遮罩信息，因为刚才我们同时读取了 pixel 的信息和遮罩信息，如果直接从潜在空间拿图的话，就不需要 pixel 信息了，对吧？那我们直接创建一个遮罩信息就可以。我们找到遮罩，这里有一个加载遮罩，我们把刚才的图片一样要复制一下，然后粘贴到遮罩加载器里面来作为参考。在这个里呢，我们重新来给它绘制遮罩，绘制完以后呢，我们这里遮罩拖出来，可以看到下面有一个 latent 噪波遮罩，这个意思就是潜在空间的这个遮罩呢，它会为遮罩这个地方重新生成噪波，也就是重新进行2次采样了。其实在这个新建节点里是一样的，我们在这个 latent 内部里面找到，可以看到一共就2个，第一个就是 pixel 进行一个转换，第二个呢直接是 latent 空间里面进行一个转换编码。这一步其实不是编码它就是对我们这个遮罩进行了一个重新的噪波增加，到了这边以后重新去噪，然后结合我们的提示词，可以看到这边直接就是一个 latent 的输入，可以直接把上一个采样器的 latent 输出过来，然后再把这个加了遮罩噪波的 latent 直接输入到第2个采样器，这样的话它就是2个流程连在一起了。这个只负责处理遮罩，这边呢负责传输图像，所以我们要把这个采样器给它打开，进行一个2遍的渲染，第一遍出图，第2遍呢进行一个 Impinting 的绘制。好的，那么这就是我们对于这个图生图的 Impinting 进行了一个2次重绘，那这就是整体的我们一个操作。当然你会看到当中还是有很多瑕疵比方说这个腿鞋以及它的这个姿势面部都不是特别的精细这当中涉及到问题其实比较多的。第一个是我们这个图像的分辨率像之前我们做过放大已经知道了图像分辨率如果你是全身照的话，一些细节它是绘制不到位的，比如说手比如说脸脸部五官，对吧？第二个是它的这个姿势，因为我们给到的降噪幅度不是特别的低，所以说有一些比如说这个腿和鞋，你就会看到它会有一些怪异，会生成的不
是很好。这个地方我们要第一次生成图片的时候就需要精细的调整一下，第二次进行一个放大，第三次进行一个重绘在一定的基础上至少是1024吧。现在我们这个原始图像呢是512的768可以看到我们这边裁剪的一个大小，对不对？它是根据我们这个大小来的以及重绘是在什么条件之上进行重绘的，这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一个流程。Inpainting 还有个很大的问题，当我们在用 SD 的时候，你感觉单独用 Inpainting 的话，可能并不是效果很好。比如说我们想要换手，但是你会发现，即便在 SD 当中我们这么处理的话，它也有个概率，每次生成出来的也不一样，这就涉及到了一个它输出的一个准确性问题。在这方面，其实我们有很多的解决方案和解决方法对于手也好，对于面部也好，在 SD 当中我们可以借用 ControlNet 当中很多不同的预加载模型来进行姿势也好，手型也好，或者是面部的矫正以及细节的一个修复。那么这一期呢，我们就简单的分享了一下这么一个流程。其实对于这个遮罩来说呢，它有很大的一块是有一个语义分割这么很大的一块需要我们进行深入的探讨和摸索的。就在以后算是进阶的内容里面，我们再继续分享吧。那这是属于基础的一个流程，我们先把基础的掌握了。下一期呢，我们来分享 ControlNet 以及 SDXL 的模型运用，进一步的来把基础打牢。我们再谈论高级插件如何组合的进行一个使用。OK， 那我们本期先到这里。如果对 Conf UI 感兴趣的朋友呢，也千万不要忘了关注欧阳这一系列教程了。那我们下期再见。